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？赵匡胤建立的北宋王朝是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之一，无论从经济、政治、文化上，都有着辉煌一时的成就。尤其是文化，用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话说，则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，千载之眼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宋朝建立初期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当时宋朝的经济发展得很快，经济总量基本上达到了世界的 50% 以上，是当时世界上的人口大国，经济强国，也是全世界很多国家所向往的地方。那么这样一个经济上并不落后，文化上又如此繁荣的王朝，为何被金人数万之众在数年之间就轻易灭亡了呢？这其中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党争。王安石主持变法，本意是富国强兵，但是变法太过激进，太过理想化，在推行新法的过程当中，又用了大量的歪嘴和尚，结果呢，改革不得人心，不但没有减轻人民负担，反而加重了人民负担。变法让地主、大富阶级的自身利益受到损害，他们一致反扑反对，结果这变法就中途夭折，最后被全盘否定。变法失败本身并不能给宋朝进一步打击，但是变法打破了朝局原有的平衡，使官员税大夫分类为新党和旧党，从此这政局就变成了新旧两党的相互拉锯战，内耗严重。旧党上台就全盘废除新法，驱逐新党成员，而新党上台就重启新法，驱逐旧党成员，甚至连旧党内部都分裂为属党和落党，致使朝纲混乱。宋朝内部不团结，朝纲不正，奸臣当道，这是他灭亡的主要原因。第二呢，就是重文轻武，军力衰退。由于大宋德国不正，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上台的，所以统治者非常害怕军人有样学样，故意收回军权，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治国之责。宗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将像他那样夺权，便杯酒释兵权了。以后高级将领失去军权，军权被集中在皇帝手上。枢密院虽然执掌军权，但调兵遣将上有诸多限制，以至于时常会耽误战机，造成军队作战能力不断下降。这也是北宋迅速灭亡的另一个原因了。而第3个原因呢，就是腐败。当时贪官污吏横行，欺压百姓，民不聊生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《水浒传》，写的就是宋朝时的山东水浒之乱，少数富人严重的欺压剥削百姓，不得民心，造成了民反内乱。总结历史的最重要意义就是指导现在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能犯历史上的错误，才能保证我们社会主义的江山万年长啊！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